嗨，欢迎回到 YK Kitchen。这一期要跟大家分享2道在新加坡很受欢迎的米其林街头小吃。第一道是姜葱田鸡，然后第二道是宫保田鸡。这2种田鸡的配料其实是差不多，只是做法有稍微的不同。详细的材料我会在片尾，然后还有下面的描述栏里头详细的为你说明。先来处理蛙肉吧。这里是600克的冷冻蛙腿，解冻清洗干净之后，把它切成小块。当然，新鲜的口感肯定会比冷藏的来得好啊。不过，新鲜的牛蛙可不是每次都买得到的呀，所以只好将就点买这些冷藏的蛙腿。你知道吗？在10家被米其林推荐的新加坡街头小吃里头，竟然有2家是卖田鸡的。我想这些米其林评审应该都是很爱吃蛙肉的法国老饕吧。把蛙肉切好后，我们就来做些简单的腌制。1茶匙的糖，1/4茶匙的苏打粉。这个苏打粉主要是为了软化那个冷藏过的蛙肉，假如是新鲜的蛙肉就可以省略不放。一点点的盐巴，1汤匙的麻油，1汤匙的绍兴酒，1汤匙的黑酱油，1茶匙的胡椒粉，还有1汤匙的玉米淀粉，然后温柔的把它抓一抓。它的肉是很脆弱的，稍微太大力它就会碎掉。把它抓均匀就可以了，然后放进冰箱让它腌制30分钟。可是不可以腌太久，因为那个蛙肉出水它就会失去弹性。OK， 把锅加热之后就先下一点点的芝麻油，然后加入姜片炒出香气即可。要记得麻油千万不要炒太久，不然它的那个味道会变苦。然后再加入蒜片，还有葱白。蒜片和葱白呢，跟姜片要分开时间下，因为它们会比较容易变焦。把这些新香料都炒出香气之后，就可以把腌制好的蛙肉下锅煮了。然后稍微的拌一拌，拌均匀后就可以进行简单的调味了。这调味主要是让它有多一点点的酱汁。酱油1汤匙，蚝油2汤匙，黑酱油1汤匙，还有200cc 的高汤。或许你会问，没有高汤的话，下清水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啦，绝对没有问题的，只是少一点风味罢了。然后就把它搅拌均匀，煮到酱汁有点微微的冒泡就可以盖起来了。蛙肉呢，它是很快就熟了，盖上锅盖，大概煮3分钟就可以了。这个牛蛙呢，它的肉质呢，怎么都会比我们那种野生的田鸡来的差一点点。以前在家乡呢，我都是跟哥哥一起去那个塑胶园里面捉田鸡的，然后我们会自己做那个叉啦，然后去那个塑胶园里面，去捉田鸡。有一次印象很深刻，就是捉到一半的时候，哥哥突然间跑来说：“我们快点走。”然后我也不多说了，然后就跟着他的摩托，然后2个人就骑着摩托回家了。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呢，他才告诉我说，他看到一双红色的眼睛。红色的眼睛呢，在野外呢，要么就是一个那个猛兽，要么就是鬼怪的东西了。你觉得这个红色的眼睛会是什么东西呢？请留言告诉我吧。所以呢，在野外呢，你去寻找这些野味哦，其实是有一定的危险性了。所以还是买这种养殖的会比较安全。虽然口感稍微有一点点差别了，可是也是很好吃的。OK， 时间到。然后我们就把这些葱段都加进去，记得要留一些些来做装饰哦。然后再轻轻的把它捞一捞，别太用力哦，这个肉是很容易碎的。
然后加入一点点的酒，不要学我这个酒鬼用56度的白酒。不过这个酒气真的是很香啊，其实用普通的料酒就可以了。搅拌均匀后就可以为它勾一勾芡，不喜欢浓稠的话不勾芡也是没有关系，完全是跟随你个人的喜好。够不够？继续的拌一拌，然后呢就是这个最后的步骤了，加些胡椒粉、芝麻油，最后才加入这些会比较香啦。这时候的那个香气就是非常的棒了。然后加入葱段，还有辣椒丝做些装饰。那么这道美味的姜葱田鸡就搞定了。接下来呢，要跟你分享的是这道最受欢迎的宫保田鸡，同样也是600克的冷冻蛙腿，先下2汤匙的酱油，还有绍兴酒，同样也是2汤匙，黑酱油也是2汤匙，还有3汤匙的蚝油，然后还有小苏打粉，1汤匙的砂糖，适量的胡椒粉，1汤匙的玉米淀粉，然后用刚柔并济的力道，把蛙肉和酱汁来一个完美的混合，大概腌制半个小时就可以了。如前面所说的，腌过久的蛙肉呢，它会失去弹性，不好吃。OK， 先把锅烧热，再下一点点的油，然后呢就下姜片把它炒香。把姜片煸香后，再加些蒜片。接下来就是这些已经预先泡软的辣椒干，同样也是把它给煸香。这些辣椒干并不会辣，主要是萃取它的香味罢了。所以我还会加入一些新鲜的辣椒，这个也是微辣罢了。爱吃辣的朋友们可以再加些指天椒，不过太辣我就不负责任了所以分量就自己阿嘎阿嘎哈。接着就把腌制好的蛙肉和酱汁夯不啷全部下锅煮，然后加入大概300cc 的高汤，稍微的盖过肉就可以了。这些蛙肉呢，它很快就熟的啦。在酱汁煮滚后，大概3到4分钟就可以了。然后就加入些葱段，搅拌均匀就完成了。怎样？是不是很简单嘞？接着再加些装饰就可以上桌了。记得要趁热享用哦。一般上呢，我们都是搭配白粥一起吃的。先加些酱汁进白粥里，搅拌一下，把它混合均匀。然后再加些蛙肉一起享用。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啊！一定要试哦，非吃不可啊！谢谢收看我的视频，还没订阅的朋友们，在这里呢，我就诚意的邀请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帮我分享出去，你的支持绝对是我最大的鼓励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